号啊，星期一啊，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左右啊。现在的万科广场呢，歌唱歌比赛啊，现场呢很多人啊，人山人海啊，这也是商家吸引人流的一种方法啊。但是呢，现场这么多人在看比赛，然而这里的那个商铺生意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走走看看吧，好不好？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商场要想有消费力的话，一定要有人流啊。现在的广州天河万科广场人流是有了，但是呢，他们的这些店铺的生意到底好不好呢？我们看一下啊，一进来这边呢，就有一部理想汽车在这边啊。哇，这边有一个阿迪达斯，里面呢真的是没有顾客在帮衬哦。哇，门可罗雀，这边也是卖衣服的，都是没有生意哦。兄弟们姐妹们，这一家是乙醇，里面有几个顾客吧，但是不多啊，也是很难啊。这边也有很多活动，消费满300奖50啊。这里还有一家，这个是若风吧，好像是，看一下，里面也是没有顾客的啊。兄弟们姐妹们，现在的老板都应该哭了啊，怎么生意这么差啊？所以说兄弟们姐妹们，你们现在还敢投资做一家实体店吗？现在的广州经济啊，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反正呢，实体经济肯定是没有以前这么好生意了。大家可能都是在网上购物了啊，或者是大家都不购物了啊。那大家看到吗？你看到刚刚的1楼是有这么多人流，是不是？但是呢，在这里这些店铺门可罗雀，没有顾客在帮衬，那都是没有人的啊。兄弟们姐妹们，这些服装店的老板都哭晕在厕所了啊！哎，这边的店铺一个月的租金应该也要1万多块钱吧，是不是？哇，都是没什么人在里面消费的哦。我们看了一下，这个餐饮店还是有点顾客的啊，就除了餐饮店，其他的那些卖衣服的啊、卖首饰的啊、卖这个小物件的啊，都没有什么生意啊。哎，也是太难了，兄弟们姐妹们，今天我们就这样子吧。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想看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评论一下。现在是5点半，卖了25单，总的营业额才300多块，没有钱赚了。每天都是这样子，你看这一单，还扣了那么多。到手才8块多，又是亏本的一单。现在天天几乎都是做亏本生意，这日子真的是太难混了。现在是5点半，差不多6点钟。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总共卖了25单。如果像往时的话，平均每单有个20块的收入，成本加利润，可能是有点钱赚。今天已经卖了25单了。一起收入才387，都不到400块，这生意已经越来越难做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感觉扣的点真的很多哎，感觉这吃的闭门羹一样。反正这事情又做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因为我们是新店，好多远的地方弄配送费嘛，我们就帮客户出了，就没有叫客户出。可能最近就是那个都是附近比较远一点的客户来点了单，所以相对来说最近几乎是没有钱赚的，就当做吸一波粉吧。做生意就是这样子了，有舍有得，可能先有舍，以后才会有得。努力先积累我们自己的粉丝，现在就当做回馈客户吧。所以说老板真的不是那么好当的。这身后的这条街，我们在这个巷子里，这个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局限性很大，没有人听过，它的知名度就没有那么快打开。都说万事开头难，是真的难了。在这个小巷子里面，只能默默努力着，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个牌子打响吧。人家总是一句老板长老板短的，总以为老板很挣钱，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挣钱。万事开头难了，只能混的。
等下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老板有多难，我也给你们看一下我前几天的那个收入还有单量怎么样，才知道事实为证，给你们看一下，真的，反正我们这个老板是不好当，真的没钱赚。这是前2天晚上的单，一天也就40多单，然后你看减了那么多钱，一单本来应该有20-30块钱的，到手才有9块多，真的是亏得连裤子都没有来穿了，真的，这老板真的是太难了。还有这单也是，给你们详细看一下，为什么才收入6块多？来按正常情况的话，像客户消费那么多，我们到手应该有20块的。商家对客户的补贴都有20多块了，那把我们的利润全部扣在里面了，成本也扣了，这单又是亏了蛮多钱了。既然现在不挣钱，现在也只能默默努力耕耘吧，期待丰收。我现在呢是在江苏南通这边啊，大家发现了吗？今年的话有很多反常的现象。我知道往年这个时候呢，很多地方都在大量招工啊。今年的话都没有听说过什么大公司大量招工的都是招几十个人而已啊。还有就是现在的话，大家都不怎么消费了很多这个实体店老板也是被搞懵了那今天呢是周末大家来这边镇上看一看商业街以及综合体是怎样一个现状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说今天呢是周末但是呢出来逛街的人我感觉呢还是很少现在呢是中午的1点钟左右，正常来说呢，这个点应该有很多人出来吃饭逛街的可是呢，我们通过视频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店呢都是关着门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人逛街真的，今年的实体店老板真的不好过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就在这边开了一个服装店嘛，他就是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关门了然后呢到今年的4月份才开了几天吧。然后就是应该没什么人逛街吧，没什么人消费连续好几天呢都是零收入后面就直接关门了他说包括租金还有前期进了一些货加在一起他说亏了差不多3万块钱左右吧。现在呢他都是直接进厂里面上班打螺丝的他说在他旁边的有几个同行也是因为没有什么生意也坚持不下去了，也陆陆续续的开始关门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综合体的话，装修呢其实还是挺豪华的我也实在是搞不懂是什么原因搞了这么好的一个综合体既然呢没有人来这边逛街难道是因为这边的人太少了吗？真的在这边的话，有租店面的老板真的亏大了，店开起来了又要给员工发工资，然后呢又没有客人来消费很多实体店老板真的坚持不下去了都纷纷选择了关门今年呢不仅把打工族搞懵了就连实体店的老板也是一脸懵逼你看今天呢是周末既然呢都没有什么人出来逛街商场里面的空调呢开得那么舒服还是吸引不了大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个人觉得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大家的口袋没钱了怕出来逛街呢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去消费了所以说呢就干脆不出门了我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现在是怎样一个情况应该没有比这里人流量还要低了吧。都说疫情放开以后大家呢会有这个报复性的消费什么的，但现实呢恰恰相反反正我认识的几个以前开店的朋友，要么就是现在呢不要员工了，2口子呢自己干，要么呢就直接关门了去摆摊或者是进厂打螺丝了所以呢今年实体店老板也是比较难的一年吧。看一下2楼的状况，全部搬空了，看一下全部空掉了，这就是大商场看一下还有人吗？就1楼还有几个人，2楼1楼差不多，如果房租到期了也是全部是关掉的。你看一下这是2楼的整体状况，这就是当下的实体，你说有多难开得出去吗？这么大的商场，你看一下，总共3层楼，这是2楼。我等一下带大家去3楼看一下全都是2楼，几乎全部关门了，好像只有一个超市开门，其他全部关掉了。
这么大的一个商场，总共3层，1楼是服饰，2楼也是服饰带玩的。以前还有几个玩的在那里开着，现在全部2楼全部关掉。带大家去3楼看一下，3楼感觉还有几家开着，2楼几乎全部关门，2楼全部关门。想象一下啊，当下的实体有多难，有人逛吗？看一下啊。这就是3楼啊。就1家、2家、3家还开着，就是3楼的状况，有3家开着，看一下，整体看一下啊。这就是大商场啊，3层楼的，有人吗？没人逛。整体状况看一下啊，1楼、2楼、3楼，全空的商场。餐饮店的淡季来了，而且来的有点快。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以外卖为主的餐饮店，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你们那里的餐饮店生意好不好？这几天呢，骑手来我们店里取餐，有很多骑手都说这几天的单子呢太少了，除了平台派的那几单，基本全靠抢单，都在抱怨钱是越来越难挣了。我和我们隔壁店的那个老板娘经常在一块聊天，她呢也是做餐饮的。他是店里面主要是客人到店吃饭，他说他们这一段的收入呢也下降了不少。他说原来一天都是卖2000多块钱，但是最近几天一天就收入1000多块钱，收入直接下降了一半。他们是夫妻店，没有雇人，虽然平时会辛苦一点，但是这样也少了一部分的开支。现在挣钱不容易，宁愿自己辛苦也不想多一份开支。他说现在餐饮店或者是其他的实体店的生意惨淡，是因为现在就业难了，老百姓找工作太难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这样一说，我感觉他说的挺有道理的。他说他们家的一个邻居过了年想出去打工，连着找了3家电子厂，人家都不要，原因是嫌他年龄大，现在只能是在小吃店或者是夜市上打零工。还有就是他们亲戚家的一个男孩，大学毕业以后去面试了好多份工作，给的工资呢都是3000块钱左右。刚开始试用期还没有社保这些福利，而且还不管吃住，这些都是要自己花钱解决的。一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除了房租和平时吃饭杂七杂八的开销，基本所剩无几。如果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3000块钱的工资根本就养活不了自己。你像我们这条街上的餐饮店，附近都是写字楼，都是上班族，主要的消费群体就是年轻人。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找工作这么难，即使找到工作了，工资又那么低，养活自己都困难，他们拿什么出去消费？特别是今年创业难，打工难，实体店也难。屏幕前的朋友，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生意好不好？评论区聊一下吧。现在是晚上8点钟，万达广场逛的人寥寥无几。万达广场作为城南人标志性的商业广场，还有高陵和五月广场都齐聚在城南。难不成广场能带动周围的房地产？城南人你们都去哪里了？城北人赚钱城北花，他们也不会跑到城南来消费。看看3层3下4层，3楼挂了好几家餐饮，看到最多的营业员比逛商场的人还多。真不知道这样的万达还能撑多久。如果把万达放在城北，作为城北的商业圈，可以想象城北的消费比城南应该多很多。那个时候的万达和现在真的不好比，真的不知道这样的商场到底还能撑多久。错把一想，你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还能熬几天？我问你，是不是？他们那边的店也是在熬。隔壁的西餐店，一个晚上
做几百块钱，几百块钱呢，那么大的西餐店，还有隔壁的奶茶店，奶茶店根本就没有生意。凉茶店呢是广东的招牌凉茶店，现在也是惨淡经营，没生意。这就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反正一片萧条，就是没有人消费，没有人，就是你坐在这里几个小时都不进来一个人，就这么在这里荡起吧，荡的有一天就不行了，就走了。